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盼盼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陸。歡迎收聽我們的日常中文播客。今天我們要聊一個，可能很多情侶都想過的問題。哦，什麼問題？情侶之間身高差、年齡差，還有學歷差，到底哪一個最要命？要命就是最讓人頭疼、最影響感情的。這個問題確實很多人討論。對啊，網上評論區分成好幾派，吵得可熱鬧了。那我們今天就來一場小辯論吧。聽眾朋友們也可以想一下，你覺得哪個最要命？對，大家可以一邊聽一邊在心裡投票，我們最後會說出自己的排名。好，不過先別急，我們先一個一個看，這些差異會帶來什麼現實問題。那我們從身高差開始，這個最容易被看到。說到身高差，我有一個朋友，她男朋友比她矮大概5厘米。5厘米，那其實不算特別多，但女生比男生高，走在路上確實會有人看。對，她跟我說，剛開始的時候，她完全不在意，可是每次出門，總有人用那種奇怪的眼神看他們。被人盯着看，心裡肯定不舒服。那男生呢？男生壓力更大，他總覺得別人在說，你看那個男的還沒女朋友高。其實身高差帶來的問題，更多是外人眼光和男生自己的面子。沒錯，我朋友說，其實他很喜歡他，但男生自己過不去那個坎兒。後來他們還是分手了，原因就是男生太沒自信了。身高本身不是問題，心態才是。盼盼，那你覺得女生個子太高也會有壓力嗎？有啊，我另一個朋友，他1.75米，男生都覺得太高了，不敢追。他常常自嘲說自己的身高勸退了好多男生。那有沒有身高差很大，但很幸福的例子呢？有，我表姐，她1.72米，她男朋友只有1.68米，他們在一起8年了，感情特別好。那他們是怎麼做到的？我表姐說，外人的眼光根本傷不到他們，因為他們太了解對方了。男生也特別自信、幽默，根本不在乎這個。所以關鍵還是兩個人怎麼看這件事。外人說什麼其實不重要。你說的對，只要自己不覺得是問題，身高差就不是問題。那身高差我們聊到這兒，接下來年齡差，盼盼你有什麼例子嗎？哎呀，說到年齡差，例子更多了。我閨蜜，她比她男朋友大10歲，他們在一起3年了。女大男小，還大10歲，這個差距不小。對啊，他們就有代溝，比如她喜歡聽老歌，男生喜歡聽說唱。有時候聊天，她說一個老電影，男生完全不知道。這就是代溝。不同年齡的人，生活經驗不一樣，想法和愛好也不同。對，而且他們的人生階段也不一樣。我閨蜜想早點結婚生小孩，男生還想拼事業，不想那麼快穩定下來。這個就是年齡差最現實的問題。一個人想安定，另一個人還想闖一闖，所以他們經常為這個吵架。我閨蜜說，有時候覺得他像個小孩子，不夠成熟。但你閨蜜為什麼還是選擇和他在一起呢？她說，雖然他有時候像小孩，但是他很真誠，也願意為他學。而且成熟不成熟，有時候跟年齡沒關係。這點我同意。有些人年紀小，但特別懂事；有些人年紀大，卻還是很不靠譜。對，我還有個同學，嫁給了一個比她小5歲的男生。大家都說姐弟戀不靠譜，可他們過得可好了。男生特別會照顧人。所以年齡差不一定就造成代溝，關鍵還是看兩個人的性格和價值觀。不過父母那關也很難。我閨蜜爸媽一開始特別反對，覺得男生太小，不放心。父母的擔心也能理解，畢竟年齡差距大，未來不確定。
年齡差確實會多一些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，但也不是過不去的坎兒。那好，我們聊完了身高和年齡，接下來學歷差。盼盼，這個你有沒有切身的例子？有啊，我一個表姐，她是研究生畢業，但她老公只上過高中。這個學歷差得挺大。剛開始大家都覺得沒什麼，可是時間長了，問題就出來了。我表姐喜歡看書、看新聞，討論一些社會話題，她老公完全不感興趣，只喜歡打遊戲、看短視頻。所以兩個人能聊的話題越來越少。對，我表姐說，有時候想跟她分享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，她聽不懂，只能地點頭。她覺得很孤獨。這就是思想層次的差異。學歷可能會影響一個人的眼界和思考方式。但我覺得學歷不代表一切。我叔叔也沒上過大學，但他自己開公司，特別有見識，說話也很有意思。你說的對，學歷不完全等於智慧和見識。但是學歷差異大的時候，兩個人看問題的方式確實容易不一樣。對，就像我表姐和她老公，她覺得人要不斷進步，她老公覺得現在這樣就挺好，沒必要那麼累。這就是價值觀的衝突，一個想往上走，一個想安於現狀。我表姐說，最難的不是賺錢多少，而是晚上想找個人聊聊天，卻發現沒話說。那真的很讓人難過。溝通是感情的基礎。是啊，不過我也見過學歷差很大，但感情很好的。比如男方雖然學歷不高，但是很尊重女方的想法，願意聽她講，也願意學新東西。所以關鍵還是兩個人願不願意走進對方的世界。對，聊完這三種差異，我覺得每個都不簡單。老陸，你現在心裡有排名了嗎？我大概有想法了，你呢，盼盼？我本來覺得身高差最讓人頭疼，但現在想想，身高好像是最容易克服的，因為看習慣了就好。外貌的東西時間一長就會習慣，年齡差和學歷差影響更深。對，所以我的排名是，最要命的是學歷差，然後是年齡差，最後是身高差。哦，你把學歷差排第一，為什麼？因為身高的差異你可以不看，年齡的差異你可以等對方長大，但思想的差距有時候怎麼努力都很難補上。有道理，不過我的排名不太一樣，我覺得年齡差最難。為什麼你覺得年齡差最難？因為年齡帶來的不只是愛好不同，而是整個人生節奏不一樣。比如一個還在上學，一個已經工作了，他們面對的壓力和想要的東西完全不一樣。但是等年齡大一些，比如30歲和40歲，這種差距就會變小啊。是，但是在這個過程中，很容易因為不同步而分開。而且，像你說的想結婚、想生孩子，時間點對不上，很現實的。這倒也是。可我覺得思想差距更難。你說，一個人想聊書，另一個人只想聊遊戲，就算年齡一樣，不也很痛苦嗎？確實痛苦。不過思想差距可以通過多交流、多學習去縮小，但人生階段的不同步，有時候只能等，等不了就分了。也對，其實各有各的難。那如果我們一定要選一個最要命的呢？我還是堅持年齡差，因為年齡差經常會放大其他差異，比如年齡差大的，往往學歷和生活經驗也有差距。有道理，年齡差可能會讓學歷差和身高差的問題更明顯。是啊，不過盼盼，你堅持學歷差最難，我也能理解。畢竟兩個人如果精神世界完全不同，真的很難走遠，對吧？所以我們的排名不一樣，但都承認這些差異確實會影響感情。沒錯，那聽眾朋友們，你們心裡的排名是什麼呢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
對，不管是身高、年齡還是學歷，我覺得都有辦法解決，只要兩個人真的相愛，願意為對方努力。是的，不過我們今天只是聊了聊常見情況，每個人的感情都不一樣。說到這個，我想起一句話：所愛隔山海，山海皆可平。任何差異在真愛面前都可以被撫平。說得真好。不過除了愛，還需要互相理解和經營。對，就像我們剛聊的那些朋友，有些分開了，有些還在一起，差別就在於兩個人有沒有一起面對問題。身高、年齡、學歷都是外在的東西，真正要命的可能是心走得遠不遠。所以今天我們聊這個話題，不是要大家害怕差異，而是想說差異是正常的，重要的是你們怎麼看待它。沒錯，那我們今天的播客也快接近尾聲了。今天我們聊了情侶間的身高差、年齡差和學歷差，分享了一些真實的例子，還小小辯論了一下。我們倆的排名雖然不同，但最後的結論是一樣的，沒有哪一種差異是不能跨越的，關鍵是兩個人有沒有愛和智慧。對，希望大家能從這個聊天裡學到一些中文表達，也能想一想自己的感情。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，記得點讚、訂閱，還要打開小鈴鐺哦。你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。還有，別忘了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排名。今天的聊天腳本我們放在置頂評論裡了，需要的話可以去看哦。對，置頂評論有這次對話的文字版，方便你學習。那今天就到這裡啦，謝謝大家的陪伴，我們下期再見。下期見，拜拜。拜拜。